各位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我标题所标记的那样iPhone 14 Pro 跟 Pro Max 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想聊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无意中刷到了也是一个 YouTuber 的视频他是深圳华强北的一家专门经营二手 iPhone 的其实你也可以说二手海外版的 iPhone 的一个YouTuber，他在说最近这个 iPhone 14 Pro 降价降了200、300，放在那边，别说降了价能卖出去了，就是问都没有人问然后他还专门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在讲其实 iPhone 14 Pro 跟 iPhone 15 Pro 在他的这个视角看来他的观点看来或者说他希望对这两款二手手机有需求的用户就是知道这两款手机其实区别不大， iPhone 14 Pro 和 Pro Max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就这么说了一下。但其实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其实就会心一笑嘛，就是如果我的听众里面有懂的，你自然也就明白了嘛，为什么近期 iPhone 14 Pro 会在二手市场跌价跌得这么大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想聊这个话题呢，我们首先要知道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Pro 系列的手机就是手机型号尾巴里面加缀一个有 PRO， 就是英文的 professional 专业的意思Pro 系列的 iPhone， 我们只说 Apple 的 iPhone 它其实呢，你任何时候去买都只能买到最新款的，你是买不到次新款的。举个例子，现在你能够在正规渠道买到的 Pro 系列的手机就是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 我现在录视频的时间是2024年的6月份。那如果你想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买上一代的 iPhone 14 Pro 或者 Pro Max， 你在正规的渠道是买不到的。那你要在哪里才能买到呢？你只有2个渠道，第一个是 Apple 授权的经销商，如果他们有剩的库存，你可能还能买到新机。那再有更多的选择，像我现在都已经6月份了，新的 iPhone 是10月份发布，一般对吧？那已经是隔年的6月份了，这种二手的库存机你几乎也是找不到了。那你现在如果再想买14 Pro 或者13 Pro 12 Pro， 你只能买二手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 Apple 的一个产品定位策略，因为 Pro 系列的手机它就是最高端对标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机，你才配得上 Pro 这个字。所以如果我15 Pro 已经是目前最高端的手机了，我旁边再卖一个便宜点的14 Pro， 这不就是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吗？当然我可以还在卖 iPhone 15 iPhone 14 iPhone 13 iPhone 12 iPhone SE， 这都可以卖，但注意这些 iPhone 都不带 Pro 的。所以 Pro 这个牌子是要打响的，是要配得上专业这2个字的。这个是一家公司的产品策略，咱们不讨论这个策略是对是错，人家公司人家愿意这么做，没有对错，你愿意跟着玩就跟着玩当然你不服你可以去批评，但是人家也不改所以先了解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为什么说14 Pro 的二手市场有一个小的风波，先了解这件事情。其次我们再去聊一下二手 iPhone 的市场。其实二手 iPhone 市场是一个蛮特别的市场，你很难在其他品牌的手机当中去找到二手市场这么活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iPhone 非常的保值，也有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为什么 iPhone 的市场活跃？我认为有以下这几个原因。第一，新机价格贵，这个是事实。第二，产品的质量确实非常的好这个应该找不到超越者产品质量。那所以它耐用吗？所以二手手机也是有一定的品质保证的。还有第三， iPhone 的货源非常的充足二手货源非常的充足。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特别是在中国获取非常容易，因为中国我们有生产的这个工厂在这里有深圳在这里那这个大家都懂的。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呢，二手的 iPhone 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是常规需求就是他不会去看新款的 iPhone 的。就是以我自己为例，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希望有一个 iPhone 的备用机，那个时候我还在 Apple 工作，所以我是有相应的折扣可以用的。那即便是有折扣的情况下，我的第二台备用机我都没有使用我的折扣去买这个全新的 iPhone， 而是在某渠道去买二手的 iPhone。那为什么我也会这样，有折扣还会这样呢？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你的折扣，即便你给我折扣，我用到了我作为 Apple 员工最大的折扣，我还是比二手的 iPhone 要贵。首先这个价钱上面就给你压住了，对吧？其二，我如果通过我的员工折扣去买，因为我是中国大陆地区的，那个时候啊，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 Apple 的员工，所以我使用员工折扣，我只能从官方渠道来购买这个中国版的全新的 iPhone。所以我备用机的需求是什么呢？我不想买中国大陆版的了，因为我的主力机已经是中国大陆版的了，我的备用机我就希望是一个海外版的。那至于为什么我需要一个海外版的呢？其实我之前有很多节目在讲每一个 App 的时候，我已经都或多或少的提到过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再去看一看。之后我已经在计划还会出一个关于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的 iPhone 的一个差别，肯定说不全，但是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来给大家简单的去讲一讲。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二手市场会更加的活跃，有很多这个海外版的二手手机都会流传到中国大陆地区，在二手市场上非常的活跃。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这也跟性价比有关了，也就是你像我现在给自己家人买手机，我也是买上一个世代的二手手机，也就是说你现在最新款是 iPhone 15，那我们现在如果给家人换手机，因为老年人他换手机也换的不是那么勤啊，对手机要求也不是那么高，所以如果最新款是 iPhone 15，我家人要换手机，父母要换手机，我一般跟他们商量完，他们同意之后，我会给他们买 iPhone 14二手的海外版啊，这样他也方便，我也方便啊。至于以上的原因，所以其实如果之前二手的 iPhone 市场不在你的关注范围之内，那我希望通过短短的这7分多钟啊，我们先跟大家简单的去聊一聊，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活跃的且成体系的二手市场的。当然我不至于再给大家去聊什么那个解锁啊，就是有锁机无锁机，这就变成了销售指南了呢。当然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也可以再聊一聊嘛啊。但今天咱们还是聊回到 iPhone 14 Pro 的市场波动，花了7分钟时间跟大家去梳理了它的一些基础，因为没有这些基础，你直接讲的话呢，你很难听得懂。那为什么现在 iPhone 14 Pro 的市场会异常的波动，就是它的价格会降的有点离谱？原因很简单，它是和 iPhone 15 Pro 离得最近的一台手机，也就是说，如果你本着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则，年终的时候换手机，最好是换上一个时代的这个专业型的手机的话如果是本着这样的原则，那么理论上活跃的二手市场，也就是说常年使用二手手机的这一批人，二手 iPhone 的这一批人不是二手手机，我要说清楚，二手 iPhone 的这一批人，他应该重点关注在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ro。而事实是，上个月二手市场上 iPhone 14的价格确实有了一轮跌幅。我也就趁着这个时候给我家人买了一台 iPhone 14 Plus 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价格真是低啊，一个 iPhone 14 Plus 我只花了这个2000多块钱，然后再算上他们二手手机的回收费用，基本上1000多2000不到就换新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这个二手市场如果你们需要，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但14 Pro 自从什么时候开始跌的？你只要掌握了一个时间节点，你就知道为什么。从 WWDC 2024 Keynote 讲演结束之后， iPhone 14 Pro 的二手手机价格就开始往下跌，明白吧？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在 WWDC 上面 Apple 的 Keynote 讲演宣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 我之前的视频也有讲到过。那么 Apple 的人工智能被视为最接地气的
最能够改变用户的使用体验和生活跟学习的一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小的范式革命了。那我也说了，像这样的东西它不可能开完发布会就落地的比如说第一代 iPhone 它开完发布会到真正的在美国发布，那也隔了小半年了，甚至超过半年好像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怕再不自己发布，这个消息就会被透露出去了，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吧。所以像这样大的一些变化，基本上发布完你还要等一等的。那也就是说，真正的能够原汁原味为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打造的一个机器，应该就是 iPhone 16 Pro 和 iPhone 16系列。往后，那 iPhone 15呢和15 Pro 只是赶上了末班车，但是在这儿，如果你仔细的看过 Apple 的 WWDC， 在介绍 Apple Intelligence 支持的处理器，你注意，它都没有说支持的机型，它说的是支持的芯片，支持什么芯片的机器？为什么不说处理器？太难听了。不是，为什么不说机型？太难看了。因为一说机型的话，所有的 iPhone 就只剩下2款能用了 ，iPhone 15 Pro 和 iPhone 15 Pro Max。iPhone 15都不能用。但是如果你要说最新发布的 iOS 18到今年9月底正式跟大家见面的那个版本，其实它一直到什么 iPhone 10、12、13、14、15都能用不管带 Pro 不带 Pro 都能用那这个是很好看的，可以贴出来。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大概是反正一大波手机全都能升级到最新的 iOS 18系统。但是你升到最新的操作系统，不意味着你能使用最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人工智能这个功能 AI 这个功能，你用不了，因为 AI 的功能限制了芯片，也就是台式机跟这个 iPad 是 M 系列的芯片，而手机端 A17 谁在用啊？只有2个手机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一大一小一对儿，只有这个能用所以我估计 WWDC 如果在10月份开的话，这个 iPhone 15销量应该更惨淡的。所以大家明白，如果想用到这个人工智能，又想买到便宜的二手手机，那 iPhone 14 Pro 不能用了，因为 iPhone 14 Pro 的芯片应该是和 iPhone 15是一样的吧，按照这个升级的逻辑，对吧？那 iPhone 15都不能用了，你 iPhone 14 Pro 肯定也不能用，你只能常规的升一下操作系统，界面变得漂亮一点，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新功能，但是这种范式转移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加持你用不了等你用的时候，你还等到下一次换手机，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大部分人的这个左右大部分人的购买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去聊一聊这么一个热点就是如果您是长期购买二手手机的，我个人也是建议可以等一等了，是吧？但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买新手机，但是呢你也不是1年一换，你甚至也不是2年一换，你可能是3、4年一换，那我觉得今年年底 iPhone 16的推出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去更换一台 iPhone 的。但如果说你去年刚买过升级过 iPhone 15了，那今年年底的 iPhone 16到底升不升呢？这个我们等发布会开完再说吧。好，这就是本期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